大家好，我是 Loki， 今天给大家讲震惊全美的90秒神隐事件，片尾有谜题，记得看到最后哦。2018年，一张看似普通的美元纸币在威斯康星州被发现，却意外将这个沉寂了19年的米克尔失踪案重新带回了公众视野。纸币上用笔迹潦草地写着：“我是米克尔，被绑架于梅萨，亚利桑那州，我还活着。”这张纸币的出现如同一颗重磅炸弹，震惊了警方和米克尔的家人。米克尔的母亲接到警方的通知后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一方面，她感到无比的震惊和激动，仿佛女儿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向她发出了求救信号。另一方面，他又担心这会不会只是一场恶作剧，再次打破他心中那根脆弱的希望之弦。1999年1月2日傍晚6点，11岁的米克尔·比格斯和他9岁的妹妹金博在附近和几个邻居的孩子一起玩耍。母亲特雷西·比格斯坐在门栏的秋千上，看着孩子们玩耍。因为天气变冷，母亲特雷西决定进屋。大约5分钟之后，小女儿金博回到家里，小声地抱怨着。姐姐米克尔听到了冰淇淋车的身影，独自骑着金博的紫色自行车，带着25美分去找冰淇淋车去了。因为快到吃饭时间，特雷西让金博去把米克尔叫回家吃饭。金博走到门口，看到了紫色自行车倒在人行道上，一个轮子还在转动，姐姐米克尔却不见了踪影。自行车旁边散落着用来买冰淇淋的25美分。金博赶快回家告诉妈妈，姐姐不见了。特雷西急忙去邻居家寻找米克尔的踪迹，但邻居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特雷西感觉有些不对劲儿，于是联系了朋友，让教堂里的人帮忙来寻找孩子，然后回到屋里报了警。当警察到的时候，已经有60多个人在自发地寻找米克尔。警方对特雷西的房子进行了初步搜索，看看米克尔是否有藏在屋内的可能。警方迅速地排除了米克尔藏起来或离家出走的可能性，并确定这是一起儿童失踪案。于是他们开始调动大量的资源和警探到现场。米克尔的父亲达里恩·比格斯在事故发生时收到了前妻特雷西的电话留言，回电话以后得知了自己的女儿失踪了。当他到家时，社区里已经有很多的警察开始了对米克尔的初步搜索，他们挨家挨户的询问，并呼叫了直升机参与了搜索。这次行动成为了亚利桑那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失踪人员案之一。可惜的是，至今26年过去了，米克尔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人面前。米克尔失踪时11岁，身高1.49米，体重30公斤。他有一头棕色的头发和棕色的眼睛。他最后一次被看到时穿着一件红色的衬衫，以及一条侧面有图案的蓝色牛仔裤。从金博离开他姐姐到他出门看到米克尔的紫色自行车躺在人行道上，只有90秒的时间间隔。梅萨警察局认为一定是附近的邻居在这个窗口时间绑架了米克尔。他们采访了周围地区有前科的性犯罪者，其中一名叫做迪·布劳洛克。布劳洛克在米克尔失踪时被政府归类为最危险级别的性犯罪者，但布劳洛克的妻子和他的妹妹为他提供了不在场证明。他们告诉调查人员，布劳洛克整天都和他们在家里。9个月之后，1999年10月，布劳洛克因对邻居进行身体侵犯被指控7项重罪，他因该案被判处187年监禁。在布劳洛克因该案被起诉后，梅萨警察局再次开始将他视为米克尔案件的可能嫌疑人。布劳洛克入狱后不久，他的前妻和妹妹向警方透露，他们关于米克尔失踪当晚布劳洛克在一起的证词是假的。他们推翻了之前的陈述，表示布劳洛克在那天晚上5点半到7点半之间并不在家。警方认为案发当天事情应该是这样的：布劳洛克在车库里一边喝啤酒一边看足球赛。6点左右，他出门散步，看到米克尔一个人在路上骑着自行车。他快速地把米克尔抱走，并试图对他进行侵犯，然后杀死了他，并将遗骸隐藏了起来，但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以上的想法。布劳洛克一直否认自己与米克尔的失踪有关。米克尔的家人坚信布劳洛克就是绑架他们女儿的人。他们与布劳洛克在监狱有过几次会面。布劳洛克哭诉自己是个精神分裂者，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其他人格做了什么。但他的家人觉得布劳洛克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，因为布劳洛克从来没有被诊断出有任何的心理问题。米克尔失踪的几年里，他的家人都会为米克尔布置紫色的生日会，因为那是他最爱的颜色。在米克尔失踪5年后，家人接受了他已经去世的可能，为他举行了
空关范例。回到开始的那张美元纸币，警察调查了这张纸币，很快认定这只是一个恶作剧。米克尔家人不觉得这是米克尔的笔记，因为钱币上的名字拼错了。他们觉得米克尔在失踪之前已经能够正确的拼写自己的名字了。现在米克尔失踪26年后，他的家人仍然希望能够找到他的遗骸，这样每个人都能得到解脱。米克尔的妹妹金博运营着一个名为为米克尔比格斯伸张正义的 Facebook 账户，在那里他分享有关米克尔案件的报告信息，为了姐姐争取正义。金博也因为姐姐的失踪一直致力于帮助其他失踪人员案件中的家属。2023年底，金博被国家刑事司法培训中心聘用，教授调查人员如何妥善帮助失踪人员或受害者的家属。米克尔的家人表示，他永远是家庭的一部分，不管他是否死去，他们永远爱着他。上期谜题答案：凶手先打开煤气，然后将封条的半边封在门上，再关上门，然后用吸尘器吸封条，另外一半的封条就贴住了门。通过这样的方式制造成密室自杀的假象。接下来是谜题时间，你能解开谜题吗？在诺丁郡北部教区，史蒂文教父是一个头脑精明的人，有很多疑难的事他都可以用推理的方式去解决。这天，在史蒂文神父所管辖的教区发生了一宗命案，一个名叫安迪的牧羊人因头部中枪而死。此前不久，安迪的爱妻因病去世，下葬于天主教坟地。妻子下葬时，安迪悲痛欲绝，表示不愿再生存于世，又表示死后要与爱妻合葬。可是根据教规，自杀的人不可以葬在天主教坟地，所以当时大家把安迪的话当成他在伤心状况下的胡言乱语。警察勘探了现场，发现死者死于羊圈外10米左右的地方，而在羊圈旁丢有一把手枪。看来安迪是被谋杀的，因为自杀之后不能将手枪抛到10米之外。但是神父却不这样认为，他发现羊圈内有一些纸屑，羊是喜欢吃纸的。他喃喃自语：痴情的安迪，我知道你爱妻情切，希望与自己的妻子合葬，所以选择了自杀。我不会揭发你的，愿天主原谅我，阿门。你知道神父是怎样推断安迪是自杀的呢？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，答案会在下期视频公布。如果你还想看更多奇案，推荐观看这边的视频。点击小铃铛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我是 Loki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